啊，什么？你要走？那我怎么办？哎呦，某人拖家带口回不去了呢，好惨呐！看吧，你们两个能不能闭嘴？喝杯茶消消气，他们瑕不遮瑜，多想想他们的好。很治愈嘛？什么？没什么。慕容朱雀端起茶碗，听话的乖乖喝了2口，火气基本平静了。族长和瑞王是怎么回事？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虽然族长还不承认，我这难道族长也要为了个臭男人留下？妖兽啊，我想和族长一起走啊！族长，我们3人都见面了，要不要把玄武也找出来？我感觉玄武也在西凉国，最差也是在别的国家，肯定是这个时空。找是肯定要找的，但不能大张旗鼓，因为我们不知他的新身份，穿越身份尽量别公开，保证他的安全，也要保证我们的安全。更何况穿越回去的方法还没有找到，用不着着急找他，等有了方法再说。族长先到京城，之后白虎到了京城，随后我到了京城，有没有一种可能，某一天机缘到了，玄武也过来？很有可能。琥珀，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啊？什么问题啊？你要抛弃我啊？那个，哎呀，这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回去嘛。如果真能回去，我提前给你纳妾，你想要几个我给你纳几个。不行，我只要你。狄将军先别急，慕容姑娘答应本王，把本王也带过去。如果本王能去的话，你也能去。是，多谢王爷。我原本的计划是与沈世子和离，再和王爷成婚，使用瑞王妃的身份，再继续找回现代的方法。但现在和离方面出了问题，太子从中阻挠，再将府衙户籍部安排了人手，只要我前脚贴上去和离书，后脚户籍便会被慕容尚书迁回，到时候我的去处就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要听慕容尚书安排。户籍这么重要，族长我怎么办啊？难道我要在宫里当一辈子的宫女？我不想啊！族长快帮我想想办法。不用急，我让你现在留在皇宫，是希望你随时打探消息，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就把你接出来。户籍放在瑞王府，你也可以住在瑞王府。族长以后是瑞王妃，我住瑞王府，岂不是能天天和族长在一起？哈，好开心，就这么定了。王爷，刚刚白琥珀说他在王府有个院子，能不能给我也弄个院子？他有的我也得有。没问题，一会儿便让云池安排。真的，王爷您太好了，我能天天和族长一起住了。啊，等等，凭什么你和族长住，我也要住？我今天晚上就搬过来。今天晚上我也搬。又掐起来了吗？我还没搬呢。哦对，族长还没搬呢，那我不着急。我也不着急。抱歉，王爷，他们俩，今天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他们两人同时叫来。正好相反，我丝毫不觉得他们吵，反倒认为热闹。我喜欢这种热闹，你不也是乐在其中吗？是啊，他们这么吵来吵去，虽然有些吵，但离开他们又觉得生命好孤独，所以通病快乐着。快乐居多。也是。如果你喜欢，就让他们经常来，反正王府足够大，院子足够多。慕容朱雀心底涌出了强烈的触动，一想到在这个大宅里有慢声细语的瑞王，有朱榴莲、李云池，有吵吵闹闹的白虎青龙，还有白虎的家人，一大家子这么热热闹闹，他就莫名的想哭。你怎么了？我哪句话说错了？你别哭呀，我以后不胡乱猜你的心思了。本来慕容朱雀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只要静一静他就能憋回去，谁知让这个男人临门一脚，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族长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看我不揍他！谁？王爷，谁欺负我们族长了？快说，我这就去弄死他！两个缺心眼儿！你是想痛痛快快哭一场，还是想转换话题？第二个选项，转换话题。狄将军，你刚刚说的秘籍在何处啊？在末将住处安定侯府，现在便可以派人去拿。也好，那就麻烦你取来。如果今天宋姑娘不着急回宫，今天晚上就把基本要领交给她，她早一日练成，也能早一日为慕容姑娘办事。是，王爷，那末将先失陪了。你们来了。晚上好，你在院子里做什么呢？李公子呢？我在院子里随便走走，透透气。上次的伤风还没有好吗？好了，第二天就好了。那是今天他帮你干什么活了？没有。既然没生病也不辛苦，怎么会去那么早？平时他不是干脆住在千瑞院吗？现在怎么既不住这儿，又早早离开？你说的对，云池最近确实古怪，之前我赶他走，他都不肯走，现在天一黑就找个借口回去。难道是偷偷谈恋爱了？肯定不是，王府就这么几个人，没有年轻姑娘。而且前2天横叔还和我抱怨说很审，要给云池物子亲事，他不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为什么不肯？我也不知道，每次问他都不让我问。你过来。怎么突然叫我？榴莲那家伙最近总是魂不守舍，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把他嘴给我撬开，我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慕容朱雀，不许打他。族长，我没你想的那么傻，你那榴莲一看就是个死心眼，这种人就是12生肖属隔离的，越打嘴越紧，我得套。行，交给你了。交代完之后，慕容朱雀便跟瑞王进了屋子。小榴莲，来，
姐姐陪你切磋。骨髓配对的结果出来了，我也不卖关子，直接说，只有你自己符合条件，可以为他移植。行，什么时候手术？不着急，你最近几天先调养身体。谢家那边再组织一批血缘稍微远的亲戚族人进行采样，能让他们健康的人捐献，还是让他们捐献。我也健康。是，你也健康。你这不是大病初愈吗？一切以检查结果为准，任何人不许任性。哦，对了，王爷，李公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近他情绪一直不好，可能是被打击了。被什么打击？原本被朱榴莲，后来被白姑娘和宋姑娘。哎，有一说一，我也有些被打击。这些姑娘怎么一个比一个有天赋，让我们这些男子情何以堪啊！那可怎么办呢？要不然想想别的办法，帮李公子重拾信心。能有什么办法？这世界本就不公，并不是努力就有回报。有些人穷极一生的努力，都未必会超越有天赋之人。是啊，我也感同身受。大妹子，你这是喜欢李云池了呀？我不配啊！为什么不配啊？李云池也不是什么王公贵族，再说了，我还是乡下来的呢，还不是理直气壮的在安定侯府。不一样，白姑娘您是身怀绝技的奇女子，我是什么东西啊？我只是一个黑户，还是奴籍。李云池应该也是奴籍吧？你要是因为奴籍而自卑，那这个好办啊，我让族长把李云池也弄成奴籍，这样大家一个起跑线，你就不自卑了。再说你也是奇女子啊，虽然和我比还差那么一丢丢，但你武功天赋也是举世无双的，连族长都想活体解剖你，你知道吗？李云池是瑞王的奴才，你是族长的奴婢，瑞王和族长是两口子，所以你和李云池是正经的门当户对呀。我没家人，你的家人就是族长。如果你嫌一个不够，那就算上我和青龙啊，谁敢对不起你，看我和青龙不弄死他！打架我们在行。朱榴莲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榴莲，你先在这哭一会儿，我有点事，去就回。你哭完别走啊，在这等我。族长问出来了，小榴莲情窦初开，喜欢上李云池了。榴莲喜欢李公子，你确定？当然，我刚刚套了好一阵子的话，绝对喜欢上。哥，你家李云池有喜欢的人吗？有未婚妻吗？这个我能承诺，没有。因为这件事儿，横叔和横婶就是云池的父母，还很着急。横婶要与云池相亲，被拒绝了。男未婚女未嫁，一个是族长的丫鬟，一个是哥的心腹，门当户对，天生一对啊！族长，你想办法撮合他们。你这是？你们都看见这是什么了吧？别问为什么，保密就是。李嬷嬷，你把侯爷和夫人请来。榴莲，你去给工匠们结算工钱尾款。你弄这个来，是不是因为我的事儿？是啊。你为什么要对我好啊？你不是很恨我吗？为什么恨你？就因为你不拜堂。哎呀，那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了，一件小事而已，还用惦记一辈子？再说我也不是没报仇，最近你吃的亏还少。其实你人不坏，侯爷是好人，沈夫人除了有点傻也是好人。侯爷对家庭负责，对国家忠诚，洁身自好，你只是任性了一些，哪怕当时报复我，也都是用一些小孩子过家家的幼稚手段，不算恶毒。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如果你要继续当纨绔子弟，我才懒得管你。那你现在改过自新，以后定是好官好将军，搞不好就是一代名将。你这样的名将绝不能有太过致命的弱点，否则被人发现你会死在你的弱点上。把这些吃下去。这个是什么？阿普唑仑抗焦虑的药，先吃上。好，吃完了。抗焦虑的药是什么意思啊？它能缓解你的紧张，让你应激反应不会太严重。你是想让我躺在棺材里模拟儿时的场景？对，场景重现。虽然还没躺，但沈子言已经开始面色苍白发抖起来。却在这时，伴随下人们的问安声，侯爷和沈夫人被请了过来。当进耳房看见大棺材时，吃了一惊。你们先别问，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一会儿我会给你们解释明白。我在帮沈子言。老夫信你。你们两人一人拉着沈世子一只手，现在就拉。两人虽然不懂女子要做什么，但还是上前拉住。子言，你听好，父亲和母亲在你身边，你是他们唯一的儿子，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会保护你，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保护你。无论你去哪儿，他们会第一时间找到你，然后永远守在你的身边。听着女子温柔的声音，看着最信赖的父母以及父母眼中关切的目光，沈子言心底的恐惧慢慢消失，手也逐渐恢复了温度。下一步，请沈世子进棺材里躺下，侯爷和夫人在棺材两旁依旧握着他的手。沈世子生生抖了两抖。别怕，
侯爷和夫人在，我也在。他看了眼黑漆漆的棺材，抬脚跨了进去，之后慢慢躺了下。你们应该都很好奇我要做什么吧？我现在就给你们讲，在沈世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慕容珠却把沈世子儿时遭遇的详细说了出来。这是一种精神控制法，尤其针对小孩子最有用，先让其恐惧，然后在他绝望的期限出手拯救，这样反复几次，受害者就会将加害者和拯救结合起来，让受害者对加害者言听计从，甚至还产生依赖和爱恋。竟还有这般毒辣的手段！但当时唐念约也才7岁吧。幼年时期，女孩子身心发育比男孩子要早个2-3年，所以唐念约比世子懂事一些，可以解释。但再怎么早，也不可能有这种手段，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是有人教他这么做，甚至于暗中有人配合他，就为了更好控制沈世子。没错，这件事发生在唐府，当时唐府并无丧事，怎么会在偏僻的院子里放一口棺材？怎么就这么凑巧？绝对是唐家人干的。你姐姐可真是个好人呐！侯爷明鉴，妾身真不知情，妾身好恨。侯爷，你能不能帮妾身报仇？妾身要让他们付出代价。父亲，求您别责怪母亲，母亲只是心善。还有，母亲，暂时我们不要跟唐府撕破脸。现在朝堂局势未定，唐家太了解我们侯府，这个节骨眼我们不能树敌，必须要忍。哇，我第一次看瑞王用武功啊！该说不说，武功不咋样。小点声。没事儿，我什么德行，他早就习惯了。如果哪天我甜言蜜语，才会把他吓得诚惶诚恐。其实王爷的武功还不错，有一说一，招式打得很好看，可能是长时间没练了，比较生疏。你们来了。是，没想到你还没有睡，我们2人到房里说吧。王爷，那属下先回去了。想跑没那么容易，我这么晚还着急来，是因为谢家第2批检查结果出来了，比较紧急，可能与你有关。我们2人私下说。果然，当他说完与你有关之后，萎靡的李云池瞬间肌肉紧绷，脸上满是担忧。好，我们走，你先回去吧。回去？他心得多大？随后，慕容朱雀和瑞王回了房间。李云池犹豫再三，还是硬着头皮来到朱榴莲的身旁。榴莲姑娘，好久不见啊！朱榴莲却没回答，也没动。李云池不解疑惑地看去，却见月光之下，女子一双柳眉紧锁，眼睛湿漉漉，好似要哭。等等，榴莲姑娘，你怎么哭了呀？是谁欺负你了？朱榴莲的眼泪瞬间决堤，倾泻而下。你别哭啊！你快给我说说，是谁欺负你了？我去帮你报仇。朱榴莲哭得更凶了。你怎么了？报告结果出什么问题了？是谢家第2批也没有符合条件的，现在唯一一个符合条件的只有你自己。然后呢？然后就是你需要捐献。是，然后呢？没然后了，就是需要你捐献。所以让你发愁之事就是我捐赠骨髓，这有什么可愁的？之前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捐赠吗？是我的不对，最近不知为何有点多愁善感。好，既然你同意捐献，那我明天入宫找谢贵妃和尚妃商量这件事。没问题。手术麻烦吗？和我的腿部手术比，哪个麻烦？这不好比，腿部手术看起来血腥可怕，其实没有什么危险。骨髓移植手术主要是采髓手术比较麻烦，还是有些风险。算了，没有必要这么犹犹豫豫。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不小心弄死你，大不了就偿命，我陪你一起死。好。做了决定之后，慕容朱雀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冰凉冰凉，他愣愣地看着自己苍白无血色的手，他什么时候被吓得这么惨？我知道你担心我，这手术本就与你无关，你在帮我和七皇帝，我想回报你，别的做不到，就帮你暖暖手吧。暖个手而已，找了这么一长串理由。你最近和李公子聊过朱榴莲的事吗？聊了。我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很是肯定在1年之内给他物色亲事，与其娶一个不认识没感情的女子，还不如考虑朱榴莲呢。这么直接，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李公子因为武功的事已经受刺激了，躲榴莲还来不及呢，会愿意娶她？打草惊蛇之后，会不会更躲着榴莲啊？别急，听我说完。
好，你说。我跟他说，他的条件好，娶什么样的女子都没问题，甚至高攀一些。以我心腹的身份，甚至可以娶一个低等官家的女儿。但朱流莲这一生怕要孤独终老了，因为没人会接纳她。先不说其奴籍身份，只说她曾是黑户，还被卖给陈王。如果这件事一旦暴露，不是人人都有胆量和陈王作对。给了朱流莲武学天赋，却剥夺了她的幸福，让她爱而不得。她喜欢的人永远也不会喜欢她。云池问我，朱流莲喜欢谁？我直接说朱流莲喜欢他。我太了解云池，想拿捏他的心情易如反掌。所以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李公子上辈子造什么孽呀？摊上你这么一个狡猾的种子。你不狡猾？我当然不狡猾啦，我可是光明磊落。是，阁下坦荡荡，在下长戚戚。放开我，我去窗口看看他们。他们是成年人了，应该有能力自己解决的。好吧。王高烧，没关系，手术后高烧可能是感染，我再量一次，之后给他输液。小姐您别急，把体温计给奴婢，奴婢来甩。这体温计是坏了吗？怎么水银不归位？温度太高，体温计损坏，所以无法归位。说着，掏出电子体温计，对着瑞王的额头测量。小姐，王爷多少度？当看见温度时，不是，小姐，王爷怎么45度啊？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是有些累了，睡一下就好。睡个屁！你不许睡！能坚持住吗？王爷，君北玉，你不许睡！不睡，我不睡。说完便昏迷过去。小姐您别慌，冷静下来，吉人自有天相，王爷肯定没事的，我们慢慢来。先测个血常规。哦对，血常规。他今天怎么这么慌？怎么冷静不下来？你来采血吧。是，小姐，要不然您到院子里透透气，等血常规结果出来，您再进来，这里有奴婢守着就行。行，这里就拜托你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房间。出了房门，一阵晚风扑面而来，才觉得可以喘一口气，但内心依旧惶惶不安。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高烧紫霞，这不是瑞王7岁时高烧5天5夜的紫霞？难道瑞王现在的高烧不是手术后的感染？慕容姑娘，你们快离开啊！搞不好一会儿太医会来。我知道了，你先随我进来。说着，带着李云池匆匆进入房间。李公子，怎么拔针？你还记得吧？哦，记得。我和榴莲现在回去，你守在这儿，让暗卫去千瑞院门口盯着。一旦发现外人来，你立刻给王爷拔针。你放心，我不在附近，这针一旦拔出，就会自动消失。然后你用棉球按压针眼，一直到止血。是，慕容姑娘您放心吧，属下肯定做好。随后，慕容朱雀带着朱榴莲，确定没什么会露馅的私人物品才离开。在出门的那一刹那，朱榴莲转过头，担忧又眷恋地看向李云池。李云池的心也狠狠触动，这一刻有了生死离别之感。从前相处的一幕幕也涌上脑海，心底的酸楚越来越多，越来越浓。果然如李云池预料，没多长时间，宫里就来了人了，不仅太医来了，连皇上也来了。儿臣见过父皇。免礼，玉儿生病就不用行此大礼了，快躺下休息吧，啊，免得朕担心呢。父皇，儿臣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什么了？儿臣想起来，12年前，儿臣病得快死，后来做了个梦，梦见父皇带着玄龙来救儿臣。什么？你也做那个梦？因为刚刚儿臣又梦见父皇来了，父皇身上带着紫气，紫气包裹儿臣的病就缓解很多。说着再扛不住，头一歪便昏迷了过去。女儿，为娘来了，娘在这里。对，就是朕的紫气。来人，快把北玉扶到床上，有朕在此坐镇，北玉啊，一定不日康复了。谁？慕容姑娘，是手下。王爷情况怎么样？太医来了吗？太医来了，皇上、皇后、胡贵妃、谢贵妃和上妃都来了。随后把千瑞院发生之事原本描述出来。瑞王太高明了，一个谎话就能转危为安，卸下皇上狐疑，还能让皇上偏爱。慕容朱雀也松了口气，他就知道瑞王没有表面那般和善平庸，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只是为了母妃韬光隐晦，迫不得已。
君北玉刚清醒，还未睁眼，就闻到龙涎香。龙涎香，皇上没错。皇上，商妃娘娘，王爷醒了。北玉，你怎么样了？你还记得那个梦吗？说还记得，一定要说还记得。他挣扎着翻身起床，随后一声不吭地跪在地上。父皇，儿臣有罪，儿臣求父皇降罪。皇帝一颗心吊得很高，他怕从瑞王的口中听说那个梦是骗人的，他绝不接受这个回答。你可想好了后果？回父皇，儿臣想好了。你好，那你说说，你有何罪呀？儿臣对父皇有隐瞒之罪。之前父皇对儿臣下令，必须要将70%的收入归为国有，但儿臣却私立假账，私藏银两，并未全部交给父皇，这是欺君之罪，是死罪。但这次重病，父皇却携带玄龙来救儿臣的命，更以95至尊的身份守在儿臣病床前，儿臣惭愧，无地自容。父皇如此对儿臣，儿臣竟然还私藏银两，儿臣无脸苟活于世，求父皇降罪。皇帝听后狠狠松了口气，只要不是说没做神梦便可以。儿臣私藏银两，实际上是对父皇有怨气，儿臣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同样是皇子，父皇为何将儿臣赶出皇宫，鲜少相见？但因为这次高烧，儿臣竟回忆起7岁时的梦境，却发现儿臣不应该有如此怨念。父皇给了儿臣生命，7岁时又救了儿臣，父皇安排儿臣出宫，自有父皇的道理，是儿臣心思狭隘。还有父皇第2次用紫霞来救儿臣的性命，父皇的仁爱无私，深深刺痛儿臣，是儿臣更是自觉行贿。所以儿臣愿将所有私藏赃银贡献出，修建玄龙寺，以报答玄龙的救命之恩。傻孩子，你胡说什么呢？什么欺君之罪啊？你还小，做错些事情啊，可以原谅的。至于12年前把你请出皇宫嘛，当时的你呀，高烧5天5夜，性命垂危呀，没有太医能够说清楚这件事儿。朕便是担心啊，这是皇宫的问题，便只能够忍痛割爱，让你出宫立府。虽然我们父子见面的次数少了，但是好歹你平安长大了呀，朕是深感欣慰呀。父爱子，曾为其寄之深远，从前是儿臣错怪父皇了，儿臣有罪，儿臣蒙昧无知，愚不可及。好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至于你说的银两，你也不用全部都拿出来啊，玄龙寺用多少，你拿多少便是了。这玄龙啊，也算是你的救命恩人，他救你2命，你为玄龙建寺是应该的啊。是父皇。父皇，儿臣还有一个请求，不知父皇能否应允？说吧，朕能够满足你的，便尽量满足你。儿臣有一名爱慕的女子，想请父皇赐婚。好，朕答应你。来，你且说来听听，是哪家的姑娘啊？是慕容麻雀。之前朕倒是听说过，这慕容麻雀与昌宁侯府世子不和，想要和离了，但是这么久也没和离，却是不知道现在到底要不要和离了呀？儿臣听说金府衙那边有人动了手脚，阻碍和离一事。那件事倒是无妨的，只要慕容麻雀确定要和离了，朕就给你赐婚。朕倒是要看看有谁敢抗旨不遵。朕亲眼看到你醒来，那便放心了。一会儿让太医过来给你诊诊脉啊。那朕便先回宫了，这3天呢，耽搁了不少的正事呢。耽搁正事？平里的正事不都是内阁来处理？但脸上还是毕恭毕敬。多谢父皇，儿臣送父皇。听话，好生休息，这是朕的口谕。是父皇。那赐婚之事？等慕容麻雀和离了再说。你再喜欢，也得等人家和离吧。和离一事尘埃落定，君北玉的心这才彻底放下。这一日终于还是来了，慕容朱雀让沈世子给他正式写了一封和离书，之后侯府管家、和煦院的李嬷嬷以及朱榴莲3人拿着和离书去京府衙办手续。办完手续，慕容朱雀的户籍依旧会送回尚书府，不过已经没什么危险了，因为前脚送到尚书府，后脚就有太监宣读赐婚的旨意。沈子言站在院子门口，静静看着女子，眼底满是悲伤。有事？没有，只是来看你需不需要帮忙。不用，东西都整理好了，值钱的东西我带走，不值钱的都随便分给下人们了。你那黑暗狭隘症恢复的怎样了？一切顺利。读书呢？顺利吗？吃力吗？顺利。
还好，不算吃力。那个地方呢？最近可有反应？暂时还没有。别怕，那个药效只有1年，1年内肯定会恢复。正好你这1年修身养性，可以好好读书。我不担心的。几日不见，没想到你变化还不小。如果半年前你说这些话，我会以为你洗脸时不小心脑子进了水。有这么骂人的吗？你还有事儿吗？没事儿的话就请回吧，留下怪尴尬的。阿雀，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喜怒哀乐都可以，这里随时向你敞开大门。我说你还有完没完？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放弃的时候就好好放下。你这么黏黏糊糊算什么？之前白月光是唐念约，现在白月光是我，你能不能拎得轻一点？你和他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如果你放不下，等下一名女子过来，你又要对不起一个，回头开始愧对那名女子。白月光又添一人，然后再下一名女子过来，你就打算这么一轮一轮的增加白月光？不和你争辩了，我回去读书了。唉，不过你说的对，该放下就要放下，等我放下时再澄清。说完就走了。诗人什么意思啊？放下就澄清，不放下不澄清，是不还是玩白月光那一套？不过沈世子是真的惨，2段感情都是单相思。慕容珠却顺势一看，却见王府内一片喜庆，用最热烈的色彩迎接他。族长，新婚快乐！布置得这么喜庆。我知道你不想办大婚，便没让他们布置青炉，但总觉得一点不布置有些不太重视。你若不喜欢，我现在让他们撤下去。不用，喜庆一点挺好的。再说也不一定大婚才喜庆，新年不是也要布置成红色？红色可以辟邪。听你的。哎，别去！你没看见白姑娘差点打扰了吗？你要引以为戒。能一样，他们都在宫外，想什么时候见面就什么时候见面。就我倒霉，在皇宫里出来一趟都费劲，我还要去照顾瑞王的想法。在皇宫里有什么不好？不是还有我吗？你今天先别添乱，过几天我会和母妃请示带你出来。真的，你母妃能同意吗？一定能。不是，之前我们不是说好不办婚事吗？你怎么还把他们请来了？你和离，皇上赐婚，这么大的事儿，谁能瞒得住？就算我不说，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来的，并不是我邀请。哦，那我们不办婚事，上妃娘娘会不会生气？不会生气。族长，恭喜恭喜啊！接下来我们有什么安排？下午七皇子他们得回宫，所以本该是在晚上的团圆饭移到中午，以后用个团圆饭，下午没什么安排。你有什么提议吗？晚上的团圆饭移到中午，那闹洞房什么时候？抱歉，王爷、王妃，你们先忙着，末将把他带走。抱歉啊，唐突了，他没有，之前我们就说过，我不介意他这样，反倒喜欢这种热闹。我们去母妃那儿。好的。他说：“今天谢谢你啊，同意白琥珀他们搬来。我之前说过，我喜欢热闹，所以让他们搬来，并不是你一人的想法，不用再谢了。要不要买2个丫鬟？买2个也行，在院子里帮帮忙，洗洗衣服，偶尔打扫一下屋子。但什么刷牙、洗脸、穿衣服就不用丫鬟伺候了。你随意。我也不用，当然是夫唱妇随啊。你之前应该有丫鬟伺候吧？这之前，确实。”有就有呗，好歹是个王爷，投胎那么努力，享受一些福利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再说，丫鬟和通房丫鬟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就算有通房丫鬟也没有问题。我没有，没有就没有，吼什么吼？没吼。房间呢？怎么安排？不能睡同一间吧？虽然王府里没什么外人，但还是谨慎为妙。我们最好同住一个院子，但可以把房间分开，正屋的东西2个房间，都安置了家具，你选一间居住。你先选，剩下的给我。你来选。好吧，男左女右，你选进门左手边，我选右手边。我用西房间，你用东房间。表面平静，内心乐开了花。忙了一天，累了吧？回去休息吧。我还好，你累了？去休息吧。好吧。哎，榴莲，王爷起了吗？我也不知道王爷起没起，但小姐起了。什么事？要不然喊小姐出来。话音刚落，就见瑞王的房门被推开。王爷，有件急事啊！好，进来说话。叫上王妃一起说吧。朱榴莲敏锐地捕捉到李云池的视线，放下了扫把，准备一起跟进去听。这个榴莲，院子还没扫完呢，要不然你先扫院子。你要找王爷和小姐说的事与我有关？没有。不是的，如果事情和他有关，就让他听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早晚都得知道。说的也是哈，早晚都得知道的。
是这样的，清早买菜的刘婶匆忙跑回来，说在京城中有个传言，陈王私下里买了许多黑户女子，加以虐待取乐，其中的一个人逃出了陈王府，来了瑞王府，说的就是榴莲。云池，你立刻让横叔去找伢子。王爷放心吧，属下刚刚就让父亲去找了，估计一会儿就能够传来消息的。是江郊别院的伢子。没错，那牙婆与横叔认识很多年，我们王府买人或招人都是通过她，3日知根知底，她不会轻易出卖我们，除非遭遇不测。小姐，把奴婢交出去吧。闭嘴！教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幕后黑手的目标不是你，是我，或者是瑞王。传言说的并不是你被扔出陈王府而侥幸活了下来，而是从陈王府逃到瑞王府。你现在跑出去认罪，只会更快的把瑞王府牵扯进去。那怎么办？小姐，您倒是不应该救奴婢。你以为我想救啊？虽然不想承认，但当时我急需一个病人激活空间，兑换工具给瑞王做手术，所以当时无论是你还是其他人，我都得救。你就不用因为这个自责了。王爷，您怎么看？如果按照之前我们推测的思路，我用银两换来皇上赐婚而破坏太子的计划，加之谣言直指瑞王府，可以大概率断定是太子一方所为。不过也不排除其他可能。如果伢子被掳走，我们倒是有一条线索，调查掳走牙婆之人的身份。对，还有一条线索，从散播传言之人顺藤摸瓜，尽量找到传播来源。好主意。榴莲，你去更金院把白虎破叫来。朱榴莲二话不说，爬起来转身跑了出去。真是一个比一个犟啊！是啊。王爷，周氏就是当初为榴莲姑娘办奴籍的牙婆子，前天下午失踪了，她的家人正在准备去官府报案呢。果然。王爷，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王爷，这样我们兵分2路，你先派人调查周氏失踪的目击者，尽量找线索。我和琥珀入宫，让青龙先去东宫找一圈。可你放心吧，宋青龙就是干这活的，之前有那么多监控他都得冲，这里到处没监控，对宋青龙来说毫无风险，别替他担心。青龙去东宫看了，东宫没有异样，你们可有什么收获？回王妃，我们找到了周氏被抓时的目击者，后来一路打听，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么周氏应该是被抓到了新府。新府？新阁老？新侧妃？没错，就是新家的人。没想到呀，与世无争的新侧妃竟然深藏不露。青龙，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知道了，我这就去新家瞧瞧。不过他家在哪儿？我知道新府。宋姑娘需要地图吗？我尽量找人给你绘制一幅。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冲就完了。李公子，你介意和青龙、白虎一起完成任务吗？不介意，属下很想跟着白姑娘、宋姑娘开开眼界的。那可能要让李公子失望了。一会儿你最多和我在外面等消息，青龙自己进去打探情报，否则我们俩的速度会拖他后腿。知道了。小姐，奴婢也去帮忙。你不行，一会儿我要对你再进行一次玻尿酸注射。是，小姐。王爷，这么晚你还没有休息？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觉得我能睡得着？抱歉，我也是忙晕了。你在担心？为什么叹息？无奈又无力，有种人为刀俎，不为鱼肉之感。憋屈想挣脱，又有许多束缚，最后多少愤怒都化成一声叹息。你现在是不是就这种感觉？描绘的还挺精准，这就是你之前的心理写照。那你应该高兴，现在有人和你同病相怜了。这有什么可高兴的？也许这便是所有人努力攀爬、追求权力的原因吧。出去走走。好，你的世界呢？会不会也有这些无奈？当然有，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顺心？是啊，人生在世，如何顺心？但我真想顺心一次。别胡思乱想了，对人生放低期待值，期待的越小，失落感越小。这话可不像从你口中说出的。为什么？在你眼里，我是胃口很大、阈值很高的人？不是，我印象里你爱憎分明，宁折不屈。你是说之前我对天对地？你这么聪明，竟看不出原因吗？我之前那么生猛，是因为无所顾忌，反正已经死了一次，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但是现在我有了榴莲，再见白虎青龙，还有你和李公子，我顾忌大得很，怂得要命。君美玉惊讶地看着女子，很意外吗？之前我无所顾忌时，遇见不开心的，想也不想就开队。现在碰见不开心的，要先想一想，对完会不会拖累你们？我得罪了人，或者别人得罪了我，你们会不会找他们拼命？我就知道你外粗内细，不是莽撞之人。我身边有3个莽撞的弱智，我敢莽撞吗？我一定能做到。你说什么？没什么。王爷、王妃，属下回来了。怎么了？这么急？难道是青龙翻车了？
不是的，王妃别担心了。青龙不是，是宋姑娘，本领强大，在侍卫的眼皮子底下如履平地啊！属下真是大开眼界了。那你这么急匆匆跑回来？是宋姑娘找到了牙婆周氏，把周氏带回来了。周氏奄奄一息的，可能快挺不住了。李云池话音未落，慕容朱雀就撒丫子往百鸟院跑。李公子，你们最好回避一下，毕竟病人是女性，一会儿为了检查伤口，肯定是要脱光的。榴莲，你也出去，你刚注射完，今天最好休息。不，奴婢要留下帮忙。收拾是因为奴婢才被害成这样，奴婢必须要留下。行，那你在旁边乖乖看着就行。妈的，我要去把那群畜生杀了，简直是畜生！周氏到底受了多少刑？周氏肋骨最少断了4根，刚刚我捡衣服的时候都不用手碰，看凹陷就能看出来。腿骨也砸断了，靠！我先急救，一会儿你们都出去，我要用 X 光机。是，族长。是，族长。另一边，君美玉出来之后就直接去了书房。王爷，您去书房做什么？君美玉没回答，只是默默进了去，摊开了纸，研墨开始快速画起来。李云池不敢打扰，只能在旁边默默陪着，却发现王爷画了许多造型奇特的古怪东西。他不知道的是，纸上画的是简陋的汽车、飞机以及现代楼房等等。王爷，这是……出去，我让你出去。李云池无奈，只能乖乖出了去。他利用画记忆里的东西来刺激自己的回忆，进而找到黑龙。一阵熟悉的眩晕袭来，君美玉放下画笔，将墨迹未干的画扔到一旁，然后趴在了桌子上。几乎闭上眼的瞬间，强烈下坠感让他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抬头看去，上空盘踞了一条苍龙。你是谁？你是故意来找我？本座是你的伯外祖父。伯外祖父？是我外祖父的兄长？没错。你也是龙族？是。那你知不知道有人在吃龙族？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吃龙族？知道。是谁？本座现在告诉你他们的身份，你也是去找死，而且他们很快会找过来的。为什么你知道这些？先别管我找死不找死，你先告诉我他们的身份。在你拥有绝对的实力之前，本座不会告诉你。拥有绝对实力？什么叫绝对实力？随本座走，本座会让你掌握龙族的绝对实力。你要为你外祖父报仇。你知道我外祖父遭遇不测？当然了，他是本座的弟弟。那你呢？那些人害你吗？跟本座走，本座告诉你一切。你刚刚说那些人会找到我，他们通过什么找到我？气味。气味？据我所知，龙族之间才能闻到彼此气味，那些人能闻到，难道他们也是龙族？龙族人吃龙族人？想知道？跟本座走，本座就告诉你。你不在我身边，便闻不到我的气味，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到底是人还是龙？为什么用梦境与我说话？本座再说一次，跟本座走，本座告诉你一切。你想让我跟你走，最起码得让我相信你不会伤害我吧？你说你是我的伯外祖父，如何证明？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不是我的伯外祖父，而是吃龙族的那伙人，故意骗我过去要吃了我？既然你不信，那本座也无话可说，随你吧。但愿你别后悔。现在的情况是你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你，是你有求于我，而非我有求于你。谈崩了，该后悔的应该是你吧？走着瞧！随着苍龙一声怒吼，一阵天旋地转，君美玉就从梦境中清醒。她猛地抬起头，头很晕，眼神迷茫。第二次了，又没问到有用的信息。刚刚我的话是不是过重了？他会不会不来找我了？我没得到我想要的，他也没得到，还会来的。这个梦和从前黑龙梦不一样。别怕，你安全了。姑娘，你是昌宁侯府？不对，您现在是瑞王妃了。是我，你放心，你被救出来了，安全了。周氏哇的一声要哭，但还没有嚎出来，胸腔的疼痛又让她倒吸一口气。你别哭，也别大声说话，因为你肋骨断了6根，此外腿骨、手指骨也断了许多。不过别担心，大夫给你做了处理，只要好好静养，都能恢复过来。王妃，民妇不是故意出卖你们，民妇是真的扛不住了，都怪我，对不起。你是？她便是当初你帮我做卖身契的女子。没关系，不怪你，此事与你无关。这事你放心，我会保你安全，而且你的伤我不会让你白挨，回头会给你精神损失费，外加帮你报仇。多谢王妃，只要您不怪民妇出卖了你们，民妇就安心了。
你被虐待成这样，出卖也没有什么。行了，你身上骨折太多，不宜多说话，一会儿吃点东西就休息。是王妃。王爷，你不会昨天一晚上没休息吧？放心，休息了。你呢？昨天休息了吗？我也休息了，王爷放心。休息？别骗人了，肯定一夜没睡。睡，眼袋都快掉下来了，不弄神呢。还没用早膳吧？让他们出来一起用个早膳，顺便聊聊。王爷，你那些黄金取出来送到宫里，地下银库都空着呢吧？我记得银库里面有通风设施，能不能用来安置周氏？你是说把周氏藏起来？皇上听说传言之后会抓住榴莲，榴莲搞不好也要有皮肉之苦。但只要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从家乡出来的，被周氏收留后被卖给我，谁能证明他曾作为黑户被卖到陈王府呢？黑伢子还是陈王？黑伢子若是来就更好，找几个与榴莲容貌相似的女子，让黑伢子认人。我把榴莲的脸改成这样，我就不信黑伢子还能认出来。如果黑伢子认不出来，那就是栽赃。新家人若是想证明自己不是故意挑拨陈王府和瑞王府的关系，也很简单，交出周氏就行。问题是他们去哪儿找周氏？交不出来人，就坐实了他们刻意挑拨之罪。还有，一会儿让周氏家人去报官，就说周氏失踪，再让官府把目击者找出来，来证明新家抓了周氏，抓了人又交不出来人，还刻意传播谣言。我倒要看看新家怎么为自己辩解。族长，还得是你啊！一下子化被动为主动了。对，没错，王妃的计策甚妙。那个谣言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谣言说的是榴莲从陈王府逃出来，逃到瑞王府，可并没有提起京郊别院呐。所以这个谎言若是仔细追究的话，定能够查出漏洞来。一旦出现了漏洞，那么可信度便会大大的降低的。族长，有个叫唐什么念约的，你认识吗？唐念约？难道唐念约在新府？没有，是我找到周氏的时候，听着看管他的几个打手聊天，大概的意思是，好像有个人奉命强暴了唐念约，正给其他人讲那啥，你懂的，不是什么好话。新家人奉命？不是，唐念约不是被慕容嫣然煽动的吗？怎么又和新家有什么关系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多半是新主语早就盯上慕容嫣然了，借慕容嫣然利用唐念约，便趁机让人强暴唐念约，嫁祸在慕容嫣然头上。这样的话，等唐念约嫁入昌宁侯府，有了权势之后，以其性格，多半会找慕容嫣然报复。新主语也能借刀杀人。青龙，如果现在让你回新府，你还能找到强暴唐念约的人吗？能啊，我记性可好了。今天晚上你和白虎再去新府一趟，最好把这个人抓出来。哼，抓人还非晚上，白天就行。他们府里那几个侍卫家丁算个毛线？之前有360度无死角监控，老子不还是如履平地？还是谨慎为妙。族长放心吧，靠不住青龙能靠得住我白虎啊？还是靠青龙吧，宋姑娘怎么看都更靠谱一点。虽然讲这两个人半斤八两的。行，那就拜托你们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越早越好。那我们现在就走。好的，一切小心。我也很羡慕宋姑娘和白姑娘，不过我没读过多少书，大道理也不太会说。我只是认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不会因为自己的天赋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天赋而备受打击。我甚至都没想过我有没有天赋，只是想努力做得更好。你这还不算会说大道理？唉，罢了罢了，其实这几天我也已经想开了，已经接受了平庸的自己了。你会因为一个人的天赋高而喜欢他吗？当然不会了。那你会因为一个人没天赋而不喜欢他吗？不会的。也就是说，天赋高低与你是否喜欢他没关系，是吗？对啊，你这是什么问题啊？我也是，我喜欢谁和他天赋高低没有关系，只是单纯喜欢那个人。李云池好像知道朱榴莲说的是什么了。这就是我的计划，你觉得怎样？你要是觉得不好，就直接说出来，我们再重新商议。怎么会不好？天衣无缝。慕容朱雀下意识娇嗔的瞪了一眼，后来发现自己不应该瞪人家。抱歉啊，我不应该瞪你。没有，你随意瞪。新主语之前盯上慕容嫣然，唐念约又忽然消失，我有预感，唐念约肯定在新主语手里。现在新家忽然找到周氏，搞不好也是唐念约的杰作。那家伙太过了解昌宁侯府，有些后患无穷，所以必须要找到，
找人的话，宋青龙可以。问题是，在京城这么大的范围，大海捞针的找，困难度太大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把新家所有产业都挖出来，然后让宋青龙和白琥珀先在这些产业里找一找？没问题，凌迟。是王爷。你速度去调查京城内新家所有家业，越快越好，越详细越好。是。你也有任务，弄点粥给周氏喂饭，一会儿再把周氏转移到地下银库。是，小姐。哦，对了，王爷，前一阵子你说要买丫鬟，要不然暂时先别买了吧，等过了这一阵子多事之秋再说。我也这么想，只不过要辛苦你了。我有什么可辛苦的？倒是照顾周氏，你可有合适的人手？这个你放心，王府的下人虽少，但找他们的家眷入府帮忙还是能找到的。我打算让恒婶进来帮忙照顾。行，谢谢你们了。周氏与恒叔、恒婶认识了10几年，关系很好。你谢什么？因为是为了榴莲。你救朱榴莲也是为了我。好吧。他猛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的命运就这么一环一环的纠缠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一句感谢都不知从哪儿说起。我知道你昨夜睡了，但一会儿能不能再眯一会儿，哪怕1个时辰也行。你呢？你睡，我也睡。行，那就都眯一会儿吧。你的房间现在被周氏占着，你准备去哪儿睡？去我那儿吧，你在床上，我在软榻上，等云池他们回来也方便找我们。行啊，不过我睡软榻吧，你个子高，在软榻上怕是伸不开腿。就这么定了。君美玉连谦让都没谦让，生怕女子后悔。哎呀，真是的，饭可以乱吃，话怎么能乱讲呢？怎么说同意就同意？孤男寡女的睡一个房间，让别人怎么想啊？但是现在说不睡吧，又觉得很尴尬。也许人家瑞王没有想那么多呢。我们只是临时休息，敞开门便好，这样他们若找我们，也能快速找到。榴莲，嘘。王爷和小姐睡下了，小姐昨天一夜没睡，反正白姑娘和宋姑娘还没回来，就先让小姐睡一会儿吧。好。怎么样，王爷交代给你的任务完成的还顺利吗？顺利，放心吧。我有个私人问题想要问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回答我？什么私人问题？现在王爷和王妃都成婚了，你怎么还叫小姐啊？为什么不改口呢？你以为我不想改口啊？最早想撮合小姐和王爷的人就是我恨不得早就改口，是小姐不让。为什么？可能小姐还没打算把心交给王爷吧。唉，罢了。王妃这么决定，我倒是不意外。王妃从来都是与众不同的，她的思维也是特立独行，我们捉摸不透的。是啊，王爷对小姐这么好，小姐还是不接受王爷，我也想不通原因。不过白姑娘说，小姐这个人接受的虽然慢，但一旦接受便死心塌地，我们就全当这是小姐对王爷的考验吧。是啊，好事多磨。算了，王爷都不着急，我们也就别操那个心了。你是不是昨天也没睡啊？睡了，虽然不多，但是真的睡了。你呢？我也是，昨天睡了。那我们就一起守着吧，等白姑娘和宋姑娘回来。好。这个就是强暴唐念约的人。对，族长你要看看吗？别打开，误会之物，别让朱雀看。王爷，您这样说出王妃的名字，让那个人听见了怎么办？听见又如何？抓他来就没打算让他活着回去。二位辛苦了，先进来吧。说着转身回了正厅。族长，接下来怎么做？得找到唐念约在哪。我打赌唐念约在新竹宇手上，也就是说在新家的一个宅子里或铺子里。刚刚李公子已经把新家所有产业都调查出来了，也麻烦你去挨个搜一遍，找唐念约。没问题，这个我在行。找到唐念约之后，你们就把这人带过去，让两人见面，告诉唐念约，夏亮强暴他的不是慕容嫣然，而是新竹宇，再留下匕首，懂了吗？懂了。那个姓辛的心机婊不是擅长借刀杀人吗？这回让他感受下被借刀杀人的滋味。慕容家每一个好人都是畜生。突然一阵冷风袭来，夹杂了一些灰尘落叶，就感觉身后突然冒出个人，捂着他的嘴，把他拖到了房间里。怎么办？接下来怎么办？就在唐念约绞尽脑汁时，
却见2名黑衣人把一个1人高的麻袋摔在他面前。唐念约知道麻袋里面是人，什么人？为什么把这个人扔在他面前？当唐念约看见男人的脸时，整个人僵住了。认出他了？听好，一会儿老子问你什么，你就乖乖回答什么，用不着故意编什么谎话，实话实说就行。说完实话，老子就放你走。你敢喊半句，一刀插你脖子上，看你喊得快还是老子动作快。女侠饶命啊！小人什么都说。闭嘴！问你什么回答什么，小声点，否则引来外人，老子现在就弄死你。是女侠。第一个问题，你是哪里的打手？谁家的？回女侠，小人是新阁老家的打手，专门听新家的安排。唐念约双眼大睁，脑子轰了一下。第二个问题，这女人你认识吧？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这个女人做了什么？谁安排的？男人老老实实的回答了时间和地点。小人冤枉啊！小人是无辜的，小人也是听命行事啊！上面说的让小人糟蹋了这位姑娘。唐念约眼泪簌簌而下，嘴里塞了东西不能咬牙，但拳头已经捏紧。你听清楚了吗？唐念约点了点头。白琥珀把唐念约嘴里的布子掏出来。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我就一个问题，你真的是新家的人？是啊！唐念约嚎啕大哭，白琥珀则是手一扬，一记手刀把唐念约劈晕，之后拎到床上，还细心的掏出2把匕首，一把放在唐念约的枕头下面，一把放在梳妆台装木梳的抽屉里。可以了，走吧。哎呀，这任务完成的还真轻松，如果之前我们的任务都这么轻松就好了。翌日果不其然，御林军首领带着几名大内侍卫来到瑞王府，要求抓捕朱榴莲。我也去，榴莲是我的丫鬟，皇上早晚得审讯我，还不如我自觉一点，主动去回话。你说的没错，你是本王王妃，早晚轮到审讯本王，还不如本王自觉一些，主动回话。所以本王也随你入宫。好。瑞王和慕容朱雀主仆入内，见金碧辉煌的大殿内，除了皇上之外，还有皇后、吴贵妃、谢贵妃以及商妃。众人为皇上、皇后以及诸位娘娘请安。朕听说京中盛传，从陈王府逃出了一个丫鬟，跑到了瑞王府，成了瑞王妃的贴身丫鬟，可有此事？回父皇，京城确实有这个传言，儿臣正准备派人调查谣言的来源，但儿臣可以肯定，中间定有误会。朱榴莲杀却从伢子手中正当够的，绝不是从陈王府跑出来。瑞王这么肯定是误会，证据呢？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传言是误会？哼，请问胡贵妃，陈王府的丫鬟为什么逃出来？是犯了什么事？逃出来后，陈王府没找人吗？没报官吗？正常有奴籍女子逃走，按照程序，管家是要报官的。回瑞王的话，按照道理应该报官的，但是考虑到私自逃走的奴籍抓回来有牢狱之灾，所以我家王爷心善，便要求小人先别报官，看看等等还能不能找回来。确实心善，那你能不能说说，那丫鬟是怎么逃出陈王府的？是白天逃走，还是晚上逃走？瑞王这是想偏袒丫鬟了，还是说这件事是瑞王的手笔？禀皇上，胡贵妃娘娘，我家王爷并非偏袒，而是心善。陈王心善，我家王爷也心善，毕竟兄弟嘛。对啊，陈王可以心善，谁规定瑞王就不可以？怎么只能有陈王善，别人还不能善了？你慕容麻雀，好一个快嘴！别绕圈子，直接说那个丫鬟到底哪儿来的啊？皇上息怒，皇上龙威慑天，把小姑娘都吓坏了。瑞王还要问什么？快问！是父皇，儿臣只有一个问题：从陈王府逃出去的丫鬟武功怎么样？啊，武功？回瑞王，从陈王府逃出去的丫鬟并无武功啊，所以说是一场误会嘛。父皇，儿臣的丫鬟朱榴莲是按照女侍卫购买的，正常丫鬟15两银子，但朱榴莲花了100两银子，卖身契上有银两数额。呀，还拿出卖身契了，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勾结伢子瞎写的价钱？胡贵妃说的是，但卖身契可以伪造，武功不能伪造吧？武功可不是1天2天能练出来的。得长年累月的练，父皇找侍卫试一下朱榴莲的武功，不就知道了？好，郭侍卫，属下在。去，你与那个丫鬟比试一下，试试她的武功。姑娘，请吧。朱榴莲也不客气，直接展开了攻势，下手绝不手软，直接攻击对方的要害处。众人惊叹，那丫鬟还真有武功，而且武功还不低。很快便展现出了优势。郭将军能做御林军的军官，统领大内高手，贴身保护皇上，武功当然也不弱。两人几乎打了个平手。姑娘，臣让了。将军好武功，奴婢受益匪浅。
禀皇上，周姑娘武艺高超，巾帼不让须眉。看来不会是她呀。这武功会不会是高学的？回娘娘，末将认为练武很难一蹴而就，末将敢打包票，周姑娘最少练武10年。这回稳了，有郭将军作证。父皇，儿臣认为应该是一场误会。如果周姑娘真是从陈王府逃出来的丫鬟，以周姑娘的武功，也不能仅仅只做丫鬟，最少也是一名女暗卫。看来的确是一场误会。谣言的来源可查出来了？皇上恕罪，暂时还没查出来。废物！本宫问你，既然是陈王府的丫鬟，你应该见过吧？回皇后娘娘的话，陈王府下人的流动性比较大，小人可能认不全呐。你对她的脸就没有一点印象？回皇后娘娘，小人确实没有印象了。锦绣之下，皇后玉拳捏紧，心中咒骂一群废物，却又不能多说，这件事便只能告一段落。皇上下令，哪怕是掘地3尺，也要找到造谣之人，之后捉拿归案。王府门外，马车刚停了，李云池就冲了出来。当看见在车夫旁边的朱榴莲时，眼眶彻底红了。朱榴莲跳下马车，还没等转身接小姐，人已经被抱住。等等，李公子现在还在外面呢，有什么话我们进去说。李云池只是表面平静，内心已经疯了。从朱榴莲被抓走时，他开始疯的，甚至都在想找个地方或者找个起义军参加造反了。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有心思。怎么？嘘！朱榴莲听见小姐的声音，急忙一个用力，把李云池无情推开。榴莲那丫头也是，怎么一点面子不给人家呀？你没事吧？没事，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就接受现实吧。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了。是啊，已经接受了。有时间吗？我们聊聊。我也想和你聊聊。去书房。行，你觉不觉得皇上对榴莲的事特别在意，或者说对陈王美黑户女子一事十分在意？但在我的印象里，这个皇上可不是明君，是个任意妄为的昏君，不理朝政，只追求自己长生不老，甚至没有什么父爱。哪怕因为胡贵妃的原因，他对陈王特殊一些，我在他眼睛里也只看到紧张，没有看到担忧。是的，回城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儿。不过按照之前得到的信息，也能解释得通。皇上纵容陈王，任由陈王草菅人命，怕这件事揭发毁了他一代明君的形象。哼，这皇帝也是奇特，昏君归昏君，却在乎面子和名声。娘娘，您回来了。唐念约呢？在院子里呢。说话间，众人到了唐念约的院门口，还没等下人通报，新主语便一把推开门，迈过门槛进了去，直接冲到唐念约的房间里。民女见过娘娘，给娘娘请安。起来吧，本宫问你，你上回对本宫说的都是真的吗？慕容麻雀的丫鬟朱榴莲怎么会有武功的？有武功？这民女并不知情啊。不知情？不知情你为什么对本宫说？你知不知道你酿出大祸了？本宫告诉你，如果皇后娘娘迁怒下来，本宫可保不住你。娘娘，您能不能为民女讲讲到底出了什么事啊？民女现在确实是一无所知啊。新主语狠狠瞪了唐念约一眼，之后便把今日发生之事说了。唐念约听后，心狠狠的一顿，他懂了。新侧妃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被慕容麻雀那贱人摆了一道。凭什么？错明明不在我，凭什么这贱人能趾高气昂，能随意拿捏人的生死，能让人强暴我，还装出一副活菩萨的模样？娘娘还记得上回民女说能想到什么重要信息再禀明娘娘吗？民女想到了。想到了？想到什么了？娘娘，这个消息太过机密，民女只能讲给您自己听。这里的人都可靠，你大胆讲吧。可靠吗？那民女讲了之后，只希望娘娘别杀了他们灭口。你们都出去吧。是，娘娘。两人暗暗松了口气，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房间，还关了房门。现在没人了，有什么事说吧。在说这件事之前，民女有个问题要问娘娘。娘娘知道民女曾遭遇不测，那日轻薄民女的男子曾说他是听命于新家，可是真的？什么？那些下人怎么这么废物？这都能说？等一会儿回家，非要找到此人，好好收拾一番。请娘娘回答民女，是不是真的？当然不是，当时利用你对付昌宁侯府的可是慕容侧妃，与本侧妃无关。娘娘，一会儿您听了秘密，不要太害怕，也不要叫出来。好，你说。就是来人呐！救命！
屋内满是新主语的惨叫声，宫女侍卫冲了进来，见侧妃满脸是血，侍卫怕侧妃再受伤害，直接一刀砍向压在侧妃身上的女子，最后便不甘地咽了气。侧妃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容貌尽毁。哎，你们可不知道，当时唐念约和新主语撕巴的时候，我多着急啊！唐念约也是个废物，把新主语压地上之后，就跟个傻子似的压人家身上，以为靠他那干巴的小身板能压住，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数啊！如果是我直接坐他肚子上，准备行动时跳起来狠狠往下砸，新主语的腹部吃痛会下意识的倒吸气，失去反抗，到时候我就拿着匕首玩命的扎。青青，那样是不是太残忍了？啊，这就残忍了？那你是没见过残忍的。之前白虎有一次一拳打爆一个人的脑袋，头骨都碎了，脑浆崩得到处都飞。宋青龙，你有毛病吧？干什么突然 Q 我？谁让你带着你家那口子用怜悯的目光看七皇子的？有什么可怜悯的？七皇子也没做对不起我的事儿，我会用那种方法对他吗？低头，快低头啊！别掺和他们，省得一会儿血溅到我们身上。朱榴莲乖巧的低下头，想打架滚出去打！别生气了，事情取得进展，白姑娘和宋姑娘心情高兴，所以斗嘴几句，这样热热闹闹总比事态严重的强啊！我本来就有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吵到我脑子都乱了。什么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个小细节。今天从入宫时我就觉得古怪，出宫后越发觉得古怪。是皇上对陈王的纵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连皇上都惊动了，但陈王却没有出面，只让一个管家来，这偏爱的也太严重了。问题是，上一次谢贵妃在未央宫办宫宴，陈王兴致缺，完全是为了应付差事才来的，说明皇上对陈王也没有那么纵容。今天的事怎么看都比谢贵妃的宫宴要重要，为什么宫宴必须来，但今天不用来？不愧是族长敏锐。就是。所以说，今天陈王府搞不好有问题，可以让宋姑娘去看看。对呀，还是王爷你聪明，我在这儿思来想去，能猜到什么呀？直接让青龙去看看不就行了？旁观者清罢了。族长，我这就去。我也去。行，你们去吧，我等你们回来。小姐，奴婢也想去，奴婢知道陈王在什么地方行凶。王妃，我也停，去一个两个就算了，你们一帮人去陈王府搞团建吗？是不是嫌人太少，吸引不了人家的注意？青龙、白虎外加榴莲，你们3人去。榴莲除了指路，尽量别参与其他行动。是族长。是族长。是小姐。3人接了命令，立刻收拾东西出发。你们3个也回去休息，他们回来说是需要再集中开会，我会派人请你们。是王妃。3人也乖乖起身，一个回庚金院，一个回清源，一个回自己的房间。那2个弱智一走，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今天我真是烦死了。你头疼，用不用看大夫？不用，应该是今天太过紧张，神经紧绷引起的神经性头疼。我吃个去痛片，一会儿就好。你之前说过茶水解药，我给你倒温水。我自己来。和我客气什么？你先把药吃了，之后躺床上，我给你按下头。真不用？你生气了？没有，我只是想帮你做点什么，却无能为力。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一会儿你帮我揉揉吧。我劳烦他，他还不乐意，非要上门子当奴隶。行，给他一个当奴隶的机会。吃药吧。哦。慕容朱雀把白色药片扔嘴里，之后用水吞服。水温不热不冷，刚刚好，还带着一丝甜。去你房间休息，我给你按一下，等睡着我再走。宋姑娘他们回来，我立刻叫你。等休息一会儿，还是尽量休息。真要按吗？我吃药了，不用按也不会疼。君北玉抿着唇看着他，无声的坚持。按总行了吧？你别像个小怨妇一样看着我，我也是有良心的。你有良心，表现给我瞧瞧。随后2人去了慕容朱雀的房间。他闭着眼，应该看不见我脸红吧？不管了，他想怎么按就怎么按吧，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奴才见过太子殿下，殿下您刚回京。滚！王公公吓了一激灵，不敢再吭声，也不敢真滚。太子，你回来了。儿臣见过母后，给母后请安。免礼，你都听说了吧？儿臣出京时叮嘱了什么？有没有叮嘱你们？但凡大事切勿擅自主张，要等儿臣回来再商议。儿臣知道母后贵为皇后，新主语也是太子侧妃，你们有权利，但是你们有那时间和精力可以在东宫闹，在宫里闹，为什么要碰宫外之事啊？还有，你们以为只有你们自己知晓陈王府的秘密，别人不知吗？全京城的权贵都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说啊？是不敢说吗？是没那个能力挑开吗？那些个官员熟读兵书，擅长谋略，都不敢碰陈王府一事。你们是哪来的勇气撕陈王府的假象啊？老祖宗的规矩，不让后宫女人摄政，母后您是忘了吗？现在看见了吧？看见后宫女人摄政的后果了吧？
算了，儿臣希望母后能够吸取教训，往后谨慎行事。本宫有错，但本宫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辛家抓了那个伢子，伢子明明招了，说那丫鬟是从乱坟岗捡回来的。陈王府在那天就是丢了个黑护女到京郊乱坟岗，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对上好了。那丫鬟怎么突然就会武功了？还有那伢子怎么说失踪就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唐念约在辛家小宅里住了几个月，身上衣物都换了几批，丫鬟都支开了，哪来的匕首？想不通，本宫想不通啊！因为对方早有准备。准备？谁？儿臣刚刚回京，还没有详细调查，但从只言片语也能看出来，金府衙已经被人控制了。金府衙控制？是啊，伢子家人报官了，官员查出绑架伢子的目击者，这个就姑且不提了。就说新主语刚被人毁容，送出宅子，为什么马上金府衙的人就冲进去，消息就传得这么快吗？哼，这不是早有准备，又是什么？是瑞王，一定是瑞王。当然是瑞王了。你们冒着和胡贵妃撕破脸的风险，挑拨陈王府和瑞王府的关系，瑞王怎么会乖乖挨打呢？定然是会反抗的。瑞王从来不是他表现的那么和善平庸，更何况他身边还有个慕容麻雀呢。慕容麻雀？你是说慕容麻雀一个私生女而已？母后，朱雀能在晚宴上同时用新主语和慕容嫣然最擅长的才艺来战胜他们，怎么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私生女呢？您太轻敌了。关于慕容朱雀嘛，母后疑惑震惊可以理解，儿臣刚开始也没太在意，但是后面各种各样的巧合之事越来越多，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邪得很。对，就是很邪。要不然你去寻国师，让国师算一算。儿臣正有此意，只是国师现在正在闭关。广彦，你说那慕容麻雀会不会不是人，是鬼啊？母后知晓你不信鬼神之说，但既然有玄龙夜灭万敌，这鬼神说也不得不信啊。儿臣依旧不信鬼神，反倒是认为很有可能是一些超出我们认知、拥有神秘力量之物。这件事儿母后就不用管了，交给儿臣吧。希望母后引以为戒，以后做事之前与儿臣商量一下，切勿擅作主张。还有，能不插手朝前之事，便尽量别插手，否则好心帮了倒忙，坏了儿臣大事，我们可就要功亏一篑了。等等，太子，你刚刚说功亏一篑，你最近在部署什么吗？没什么，母后您休息吧，儿臣出宫看望主语。好吧，你早去早回。星星，他们回来了。星星，他困了吗？要不然我让他们先回去休息，一切等你睡醒了再说。啊，我醒了。我睡了多久？不到2个时辰。你为什么不把我放下？你睡着后，我又不小心睡着了。其实他没睡，高高兴兴的看了他2个时辰。慕容朱雀听他这么说，才松了口气，管他真话假话，他就当是真话了，便出了房间。君北玉也起身跟了出去，只是走路时低头看了看自己左腿袍摆上的褶皱，唇角勾笑。发生什么事了？族长，果然如你想的，今天那畜生不入宫是有原因的，因为今天他又买了好多黑户女子，正选人呢。买了很多？不是，榴莲，你之前不是说陈王只买皮肤白的女子吗？朱榴莲因为太过恐惧，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族长，我来说，是这么回事儿。那些女子被买下来之后，供陈王挑选，被选上的便留下，没选上的被送走。因为当时榴莲直接被留下，所以误以为没被选上的女子会退回黑伢子的手里，却不知道在选之前，这些女子通通被买了下来。换句话说，没选上的女子也不会退回黑伢子手里。我没听懂，你们怎么确定没有退回去？没退的话，那些女子都去哪儿了？因为我们找到了账本。族长，这些是我们找到的账册，写的都是这些年陈王府买的黑户女子。不看还好，一看吓了一跳，却发现陈王每个月都要买2到3批黑户女子，而且每批最少20人，最多能达到50人。这么多？那些女子都去哪儿了？应该都送到皇宫了。送皇宫？我怎么没听说？你病得要死要活，能听说什么？七王子，你还记得这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要在宫里转转，打探消息吗？所有地方我都摸了一圈，唯有重瑶宫我进不去。重瑶宫，胡贵妃的寝宫，会不会是皇帝为了保持宁香美貌，偷偷用这些黑户女子练了什么邪术？
对，就是胡贵妃的寝宫，那重瑶宫绝对有问题，胡贵妃也有问题。难怪之前族长问我这世上有没有胡族。胡贵妃姓胡，族长是不是怀疑她是胡族，使用种族天赋帮狗皇帝保持年轻美貌？别骂呀，皇上可是瑞王和七皇子的父亲。对，哥，妹夫，抱歉啊，我忘了狗皇帝是你们爹了。无妨，所以说本王不在乎。白姑娘叫我妹夫，是不是认为我和青青是一对了？好嘛，白警告啊，之前怎么没想到啊？琥珀他，算了。谁是你妹夫？七皇子是我妹夫，怎么啦？是啊，青青这种奇女子怎么会喜欢我这种一无是处的病秧子？要叫也叫姐夫。手下败将，你配吗？哼，走啊，出去练一练，看姐姐怎么把你打得满地找虎牙。你这万年老二说反了吧？放心，我这当姐姐的肯定会手下留情，不会把你打得漫天飞龙鳞的。再掐就都滚出去，滚出瑞王府！两人瞬间齐齐歇菜。这俩是真没记性啊！你们呢？谁听说过胡族吗？尤其是狄将军，你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可曾听说胡族？回王妃，末将没听说。族长，我觉得胡贵妃应该不是胡族，因为如果胡贵妃是胡族，他们家族不说都长生不老，最起码也应该出现过。但胡家也算是名门望族，并未听说有人永葆青春。七皇子说的有道理啊，难怪之前我就疑惑，皇上放着那么多年轻貌美的娘娘不宠，为什么独宠胡贵妃？还有，为什么皇帝会那般纵容陈王，又特别在意陈王府的丑闻？原来竟是有猫腻。族长放心，我回头继续打探重瑶宫，一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3次，我还不信了。青龙，你尽量谨慎行事，一切以安全优先，切记。都死过一次的人了，族长怎么还开始怂了？这么一折腾，一夜就过去了，天蒙蒙亮了。你们一夜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吧？我让厨房准备早膳，你们稍微吃一点，然后回去休息，剩下的等明天白天再说。想什么呢？在想怎么才能在不涉险的情况下打探出重瑶宫的秘密。宋青龙虽然有异能有轻功，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很担心。问题是重瑶宫有秘密不是1天2天了，如果能泄露，早就泄露了。这么多年守着秘密，里面肯定是铜墙铁壁，要如何渗透进去呢？先回去休息，有可能休息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道理，现在脑子不清醒，硬想也想不出来，还不如先睡一会儿。欲速则不达，走吧。好，随后两人各自回了房间休息去了。君美玉平躺在床上，并没有困意，便睁着眼睛盯着床上顶，思考着重瑶宫的事儿。但不知何时，莫名其妙的睡着，还坠入梦境。我莫名睡着，是不是因为你？你可想好了，要不要跟本座走？让我和你走，最起码你要表现出诚意吧。我的问题你一个没回答，怎么就认为我会和你走呢？你连你的身份都证明不了，让我如何信任？本座都已经给你看了龙形了，你还有什么不信任的？看了龙形就一定信任你？难道你们龙都这么容易相信人吗？没听说过什么叫兵不厌诈？你是本座的晚辈，本座不与你计较，好吧？那你说要怎样才肯相信本座？第一个问题，你有什么证据表明你是我伯外祖父？证明不了这件事儿，你若是不信的话，那就不信吧。还有问题吗？当然有。第二个问题，吃龙族的人是谁？你也有被吃的风险吗？本座知晓吃你外祖父那些人的身份，但是现在不能告诉你，等你在本座的教导下拥有绝对的实力才会告诉你。若是现在说了，你贸然跑去报仇的话，那只能是白白送死。至于这最后一个问题嘛，本座没有被吃的风险，因为本座用了一种方法隐藏了自己龙族气息。能隐藏气息？如何隐藏？等你拥有绝对的实力了，本座自会教你隐藏之法。又是绝对实力，这老龙除了这个词儿就不会别的。你知道我的身份以及我在哪儿吗？
臭小子，年纪不大，心眼子倒是不少啊！你是西凉国的瑞王，你母亲就是本座弟弟的女儿，则是西凉国皇帝的妃子，封号商妃。本座可有说错呀？他竟然知道，这样你总该相信本座对你无恶意了吧？本座若是想要吃你，或者吃你的母亲，早就来吃了。既然你知道我在哪儿，为什么不亲自来，而是通过梦境？本座用龙形，你尚且不相信，若直接用人形，你会与本座走？你可以先用人形来找我，之后再画龙形。本座龙形这么大，若当众化形的话，被凡人看见怎么办呢？难道要杀人灭口，屠了你们京城的人吗？难道是我误会了？苍龙只是单纯长得猥琐而已，还有问题吗？你是人变成龙，还是人操纵龙？当然是变成龙啊！你不是也变过吗？为什么苍龙说是变？难道黑龙就是我？我就是黑龙？这怎么可能？怎么样才能再变黑龙？哼，明明是玄龙，哪来的黑龙啊？还没有你那凡人父亲看得准。颜色有什么重要？好，就当是玄龙。为什么自从上次变化到现在，我一次没感受到玄龙？因为你还未拥有绝对的实力，所以变身带有偶然性。等你拥有了绝对实力，你想什么时候变就能什么时候变。你想要杀多少人就能杀多少人，你可以杀仇人，也能保护在意之人。你为什么对我好？原因？这原因嘛，本座上次便告诉你了。等你拥有了绝对实力了，便去给你的外祖父为本座的弟弟报仇，这还不够吗？你为何不自己报仇？难道你看不出本座老了？我多久能拥有绝对实力？少则3年，多则10年。你让我跟你走，难道不能在梦里教我？不能，必须要亲手。好吧，再让我想一想。还有什么可想啊？你不想为你的外祖父报仇吗？既然你这么无所不能，那你知不知道西凉国皇帝和胡贵妃到底有什么阴谋？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女子的性命？当然知道。是什么？如果本座告诉你，你就跟本座走。你告诉我，我便相信你。至于是否跟你走，什么时候跟你走，我还得再考虑一下。你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你不想拥有绝对实力吗？等你可以自由变化龙身，你就天下无敌了。你说的我很心动，我会好好考虑。那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吧？你是听不懂人话吗？你跟本座走，本座就告诉你。你先告诉我，我再考虑是否跟你走。既然谈不拢，那就算了，请您先回吧，老人家还是要多多休息。苍龙暴怒，一道闪电从天空劈了下来，直冲君北玉。本座并不想伤害你，只是想要警告你，本座是你的伯外祖父，你要尊重。好的，我会尊重。现在能说皇上和胡贵妃到底有什么阴谋了吧？好，你们西凉国皇帝听信一个叫做空幻真人的江湖骗子炼红铅丹来长生不老。那红铅丹呐，要用大量的处女血来炼，在采血之前，为了保持洁净，处女不得进食五谷，只能饮用清晨叶片上的甘露。待到3天3夜污秽物排尽之后，再喂食药物催其下血。而女子多日不进食，身体虚弱，又被药催流大量血，很难存活。即便是有几个命大的幸存者，为防止炼丹一事走漏风声，也都会处死的，知道了吧？空幻真人就是国师？没错。那空幻真人法力强吗？能看出我的身份？江湖骗子而已，如果能够看出你的身份，难道就看不出来你母亲身为龙族的身份吗？但我7岁时，国师说我是真龙，为何？我好像知道了。是个聪明的孩子。
7岁时，我被皇帝赶出宫，过了10几年，我既没高烧也没仔细，为何空幻真人突然说我是真龙在世？因为那江湖骗子想要巨额的银两，直接开口的话，怕是皇帝不给的，所以拿你开刀，说你是真龙。这样的话，皇帝就感受到了危机，自然而然的，这江湖骗子开口要多少，他就给多少。岂有此理！北域啊，只要你可以自由变身成龙的话，那就能够杀了那个江湖骗子。还有一个消息。什么消息？你在衡山城幻化成龙之后，你口中那些吃龙族的人已经开始到处在找你了，找到西凉国京城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你若是不跟本座走，你和你娘早晚便会被他们找到吃掉的。还有啊，你最喜欢的女人搞不好也会被杀的，就好像你的外祖母虽然身为凡人，却依旧被他们给杀了。你不是需要时间吗？好，那本座给你时间仔细的想一想。记住了，你我相见之事，以及你随本座离开之事，不能让第3人知晓，否则的话，本座现在就杀了你身边的人。你敢？